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玩频道。昨天拍这个玩具仔大黄蜂的时候，也时间比较仓促啊。最后呢，剪完了视频，回头看了一下，发现了好多瑕疵的地方啊。这话说回来，为什么喜欢从车变人？因为拆的过程会更加的简单，人变载具形态，一些拼合的缝隙啊，其实有的时候挺容易忘记一些东西的啊。正好呢，咱们今天也是来做一个逆变的视频，解决一下昨天视频里边的几个疑问。首先是车长的问题，昨天其实量的是个24啊，脑子里边一直在想着其他的结构。就是随口说了个34，很多朋友就搞不清楚这个长度了。其实人型22，车型24，大概这样的一个尺寸。还有在车型状态下，很多朋友说这一块为什么凹进去的一种感觉？其实变漆的这个大黄蜂的前机盖是有一个这样的弧线的，但是确实昨天的这个地方啊。摆造型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往起提的动作啊，其实是把这一块抠开了，在边缘这一圈挡泥的位置有一个卡边儿，所以呢这一块是在里边的，挡泥的位置是在外边的。你这个位置扣回去以后，它才会是正的。如果把这一圈黑色放在了上面，这个就在这儿顶着，所以那一块机盖下不来。准确的做法是掰起来，把它扣到位。然后再插这个轱辘，让这一圈凹出来的这个边缘卡在黄色的装甲外侧，这样车头就不会出现落差了。还有就是昨天拍的时候，很多地方虚焦了，这个我是手动对焦的，有时候拿近拿远了就不太一样的焦了。今天我尽量保证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个更清晰的变形步骤吧。变形的第一步还是先把这两个保险杠左右两侧折起来，然后捏着一点儿。把这两个扣子脱开，拉长双段关节，把这一块整个的翻过去。前轮的位置拨开，左右两侧和胳膊连接的卡扣拉松它。整个车门在和大腿连接的地方，里边有一个插扣，把这里卸松。然后前方这里的挂钩，在这个位置抬起来。接着通过玻璃侧面的转轴，还有这个地方形成的双关节，我们往前提一下，斜着出来，把车门翘起到这样的大概30度左右的距离。这个时候把里边的小方片压进去，这个位置看不清了，折进来，翻到这儿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，目的是为了拉长这个滑道。把翅膀拽出来，拽出来以后，它这里边的关节就脱出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扭动更大的幅度来折起这一块的车门。下一步，我个人感觉是这一款大黄蜂的一个最亮眼的设计啊，就是这个长车门，把这一块上下翅膀掰开，注意这一块的倒角位置啊，斜着跟这样转过来，打开，接着跟这样掰起来，顺着里边一段卷，两段卷。然后整个的叠放到下边的车门里边，哎，盖上。下边的这一块呢，刚才我们折起来90度，翻转一下，把下方这一圈防撞栏的位置，整个的跟车门对平，打开，小翅膀我们就处理好了。这一块其实可以先拆开，折到前方，腾出空间，要不然我们看不到这个地方的扣子，把它抬起来。卸开这个地方的挂钩，然后车门里边的卡扣打开，顺着车门侧面玻璃的这一块翘起来，转一下，腾出更多的空间。这个位置的小方片挡肉折到里面，现在有了更大的空间，就可以拉伸滑道，拉出来以后关节折起来。这里折横90度，上下的两端有插扣，把这块打开。注意这个边缘，其实它是有一个斜坡状的避让位置，这样着让过来，打开盖子，哎，一段卷，两段卷，藏到下半个车门里，盖上。你该说不说，这设计师是真会藏，就这个车门的厚度里边藏了这么大的一块板子进去，空间的想法很重要。前半个处理成现在的样子，我们翻到后边来，从尾部这里开始编起，
2个边缘的防撞滑槽提上去，接着1段折、2段折，把边缘这里卷起来，拆开下方的扣子，卷动，中间的这一片打开2个插合的扣子，双关节贴到这一面插住。现在顺着里边这里的扣子左右拨开，翻下来，中间脊椎和小腿侧面这里有2个凸点结合，把这里也拨松。上方这里横着在这个位置有2个插扣在暗处结合着，我们先掰着其中的这一条腿，因为上方这一块的夹角已经避让开了，把它拉开。这条腿先避让出来，下方这里主要是有一个燕尾锁，这个时候把它翘起来。另外的一侧脱开这个扣子，掰开。左右腿其实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啊，这一边是下半个，这一边是上半个，中间独孔的位置。来看腿部变形，先把这一片下方有一个挡肉的地方拆开，旋转个180度，顺着里边的扣子再归回去。把这块的造型翻出来，接着在这个位置里边有一个燕尾扣，套一下，拨松。脚尖和大腿上边连接，在内侧有一个插扣，把这里拔开，180度翻过来，然后把这个小扣子90度翻下去。昨天拍视频的时候这一块有拍到，结果剪辑的时候不小心把这儿剪丢了。注意一下，人形的时候隐藏起来，在载具形态立起来以后，主要是为了固定脚尖的这个扣子，起到一个稳定的效果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拆开轮子和小腿上方连接的这一块的扣子，把它拉松。后边这里全部避让开之后，侧面这一条缝隙里边的卡扣拨开。接着顺着车尾灯下方这里转一下，把这一块整个的掏过来。让出来空间。现在脚丫子的这一片全部打开，我们解锁开这一片连接的扣眼位置，还有这一层旁边的扣眼，把小腿后方的造型零件揉着根部把它提起来，这一块的转轴还是挺紧的。蛋卷卷，拧吧拧吧，藏到腿肚子里面，把外侧的这一圈装甲全部包进去。这个跟小车门这一块是异曲同工的藏零件的效果。这块板子再回归，左右的扣子顺着里边对合。下面我们来处理脚部，这块的脚尖已经打开了，顺着里边拆开扣子，我们把这一块零件翻上去，是它的后脚跟，侧面这里的小三角区折叠到脚心的下方。这一块零件下边有一个圆形的造型，和前方这里有一个方块的锁定，把这2个扣子同时的拆开，旋转一下，180度折过来，前方的车顶灯旋转，收纳到这里面去。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正变时候我提到的，它在固定位置的时候会留出来这样的小凹槽进行限位，你刚好把这个转轴落在这个凹洞里边，就变形到位了，它就固定在这个位置。接着我们脚丫子现在是张开到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叠放过来，卷动这一片，然后把中间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套到里面去，填到脚踝中心的凹槽，脚尖儿再翻下来。外侧的这个轮子通过双关节 Z 字卡住，转过来这一面中间挡肉的黑色零件往上转90度，这一面是一些造型的刻画。脚踝归过来之后，黑色的零件这里有一个插扣，最后我们要翻过来这一片盖子跟这个扣子结合，根部的双关节搓到底，提起来，然后再把这一块黄色的装甲脚后跟滑槽拉下去，这个时候才够得到，把这扣子锁上。脚踝回归，大腿的外装甲拉起来，旋转90度，贴到腿外侧，这条腿我们就算搞定了。哦，对了，这里要说一下，我看昨天有人在意说这一块仅靠2个扣子这样夹住腿部会不会结实啊？其实仔细看一下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扣子，它是结合上腿板这个洞的。
侧面这里有一个扣子夹这一边，中间这里的这个零件是可以转的，我们掰开一个缝隙，把它套进去。这个扣子先压好，侧面的这个扣子定住。然后这条腿板在结合的时候是有3处卡扣的，这里的一个，这里的一个，还有前方这个地方的合金关节上的一个，所以这是3处卡扣的固定。如果你能变形到位，把这3处卡都结合上去锁死的话，这个小腿锁住了以后，还是相对来说挺稳定的。可能设计师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块的一个单方向的结合，所以用了很多的卡扣来锁定边缘。这个脚内侧的结合位置跟旁边那不太一样啊，根部有一个滑槽，我们要推上去，往下翻，锁住，然后脚后跟这里锁上，扣子结合，这条腿就搞定了。2条腿部都处理好，我们把玩具立起来，打开这一块，可以看到抱拳拱手的姿势，放在里面。双手中间有一个插扣，把它抠开，往外旋转肩膀的关节，接着顺着小臂的位置插开里边的扣子，双关节折过来，小臂甲放齐，旋转过来，肩胛归位。手部的变形还是非常简单的，就是注意一下2个拳头的叠放顺序。然后我们把胳膊挑起来，扭开空间。现在腿部、胯部向前折90度，本身来说它是一个这样弯下去的。腰部这后方打开这2块弧线的板子，整个再顺着这里折起来，后边这里的黄色面板双关节折叠贴上去，整个的腰部立好。这2片往里归，先定一个大概齐的位置，把它立起来。顶盖的这一块90度往下翻折，同时脱开了这一块的扣子。它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斜着的插槽的，把这2个边夹进去，插住它，锁消了，相当于这一块双关节叠放过来，胸口的位置露出来。记得边缘这里有2个钩子，把它抠出来。最后是要锁腋下的，胸口的固定位。然后2个大车灯先腾开空间，左右的领子翻开，我们把脖子横着转出来，通过后方的插扣把这一块打开，翻到前方，再通过保险杠侧面的扣子打开，往下折，收纳到内侧。胸口的这一块双段的关节扭过来，再通过根部的双段轴往里居中，缩一下胸。这个下方是一个球关，根部的双段关节搓进去，进行缩胸叠放。整理一下肩膀之后，2块弧线的板子跟这样放起来，然后胸口整个的往下压。后背这一块2个背甲合并之前，先把脊椎顺着这2个凹洞让过翅膀的转轴扣过来，夹住。前方的这个凹槽要扣在前机盖的板子上方，这样去进行定位。然后胸板落下来，找准这个钩子对应腋下的方洞，把这里锁上。就是说到这一面锁的不是太紧啊，这个还在调试之中。前半个身体我们就锁好了，然后轮子折过来的部分，注意这个边缘还有一个挡肉零件折到轮子内侧去，顺着这个关节的走向旋转一下。它这个地方不是球形关节啊，只是单方向的轴，你直接往起一提，它这个位置就已经很明确了。顺着侧面的扣子，再和脊椎进行锁定连接。等于又从后方这里把胸口和背包这里拽了一下，形成了一个前后夹着的动作。所以这个身体的胸口锁定啊，前方2个钩子夹，后方2个扣子锁，再通过前后2面包起来把它夹住。这个身体锁起来还是非常稳定的。
即使说现在只有腋下一面的钩子，这个已经夹合的非常不错了。最后我们把翅膀立起来摆一摆造型。好，玩具仔变戚风的人形我们就搞定了。我看还有人关心这个弯腰幅度的问题啊，这一块呢，我们现在把所有阻挡视线的东西都挪开，摆一条垂直线。看头部，现在和身体腿部是呈垂直的状态，然后上下两段弯腰，顺着这个地方拧一段，再拧一段。看头部现在到了哪里？差不多。已经折出来快有45度左右了，脖子不要动啊。感受到这个幅度没有？这个可动的幅度已经非常的大了，它甚至比一般不可变形的幅度都要大。为什么我只说它是一个可动很好的玩具，但是我没说超可动呢？因为它没有左右歪胸的关节，也就是说胸口没有办法像这个样子左右的晃悠。是因为变形结构把这一块锁死了。如果说真有了这个左右歪胸的结构，那说是它超可动也就不为过了。它甚至可以抱着腿跟这样坐下来。所以这款大黄蜂的人形不仅还原，可动性还非常的棒，变形有趣好玩，处理完成可能车型也就是因为暴露了一些转轴和缝隙的位置，看起来似乎被妥协掉了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一款的设计确实非常的厉害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大黄蜂的逆变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，有疑问我也会第一时间解决的。这么有诚意的UP主，不值得一个大大的赞吗？得嘞，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吧。